原以为是倒退到文革，没想到倒退到了秦朝。9月21日，一张自贡市某社区推行十户长制度并公开征集人选的通告截图在网上流传，开篇即引用了习近平2013年的讲话内容：社区建设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这份通告中，十户长的提法让不少网民联想到中国封建时期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例如秦朝出现的编户齐民，以及元朝出现的迁户制。这一系列制度均有着株连、连坐之类的高压恐怖色彩。经查，这份征集令所属社区位于四川省自贡市贡井区，该片区自8月底便以试点社区十户长治理。四川日报旗下媒体曾对此有过报道。报道提到以下几个重点：十户长主要是由社区居民负责联系服务十户邻居，是连接社区党组织、楼栋长和居民的桥梁和纽带。各楼栋中由居住在此的机关企事业党员干部带头，承担十户长的责任义务。十户长要构建联防联控、共治共享的工作格局，打通疫情防控静态管理状态下群众服务保障最后一米。其实，十户长并非自贡一地的基层治理制度首创，早在2021年12月，有关十户长报道就出现在昆明日报上，甚至有网络截图显示，这一制度的试验或早至2019年。除新疆地区外，距四川自贡市不到50公里的四川内江市，当地的疫情防控报道中也出现了十户长的画面。相关微博提到，他们在宣传引导、卡口值守、风险人员排查等各项防控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为社区居民筑牢了疫情防控安全网。内江一官方微信公号田城先锋通过漫画方式对十户长的组织结构、管理人数、推选方式、相关职责等进行了详细解释。虽然十户长制度宣称是为推动居民自治、提高疫情防控力、和谐邻里关系等为目标设立，但它实际上更多的限制了公民自由，以及强化了各级党组织的渗透。例如，它要求将社区干部、网格员、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退役军人、党员作为优先人选。它要求十户长完成返乡人员摸排、动员扫码报备、居家隔离监测等疫情防控监视工作，并要求建立十户群聊。他要求十户长负责各级党组织的指令向下传达工作，并要求将各类情况向上反馈。他要求十户长与楼栋长、社区干部、网格员形成传帮带、结对子的关系，相互解决问题。他同时设立了十户长的奖励机制，会对杰出表现者进行相应的名誉、物质、组织奖励。目前，十户长制度在网络上引起了大量网民的恶评，认为它加强了对民众的监视与控制，是严重的历史倒退，说明他们已惶惶不可终日，已在学习亡国经验了。秦朝商鞅变法设立户籍制度，并在户籍制度上延伸出保甲制、连坐制。保甲制是以一户为基本单位，设户长；10户为甲，设甲长；10甲为保，设保长。在保甲制内，有人犯罪，一人犯罪，必须全保举报，如果不举报或者包庇犯人，就与犯人同罪，全保诛杀。这就是连坐制。今见各地十户长治理模式之新闻，此秦制连坐之法也，乃法治大退步之表征。古人有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之句，若功名利禄起于连坐或举报，则与畜生何异？宁作一书生，耻为十户长。